太行发动机终于全面型了。中国已成为全球极少数能够自行研制先进大推力小涵道比军用涡扇发动机的国家。国产战斗机的国发短板问题已经得到彻底改善。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中国海空军的主力战斗机已经淘汰了俄制航空发动机，这标志着中国进入了100%国产航发时代。俄卫星社称，在近日央视军事频道的新闻报道中，解放军海军的新一批次歼15舰载机已经下线。这些歼15舰载机的尾部2台发动机已经换装了国产的涡扇式发动机，而不是以往常见的俄制 AL31F 发动机。中国海军的新型歼15舰载机确认换装国产发动机，这是此前从未见过的新情况。今年是国产歼15舰载机首飞14周年，在2009年8月31日，飞鲨歼15舰载机第一次冲上天空，实现了首次试飞和首次陆地拦阻索着陆。人民海军实现了舰载战斗机从0到1的突破，为中国海军走向深蓝海域、踏足星辰大海打下坚实的基础。不过，近些年歼15舰载机还是使用进口的俄制 AS31F 发动机，在我国的国产第4代战斗机中，只剩下歼15舰载机没有装配国产发动机。主要原因是航空母舰的海上作战环境复杂，航母舰载机对发动机稳定性要求更严格，舰载机的发动机往往需要进行特殊处理，提高防腐蚀性能。现在歼15舰载机换装了国产发动机，意味着国产涡扇式太行发动机的最后一块短板被补齐。俄制 AF31F 发动机曾经为中国空中作战力量的进步立下了汗马功劳。在上世纪90年代，由于国内航发技术的相对落后，中国在引进俄制苏27 SK、UBK、苏30 MKK、苏30 MK2 的同时，还选择引进俄罗斯先进的航空发动机作为国产发动机成熟之前的解决方案。为歼10、歼11和歼15等多种国产战机配备了进口的 AF31F 发动机，甚至第5代歼20隐身战斗机的前几批次也使用了俄制发动机。俄罗斯生产的航空发动机的优势是可靠性高、稳定性好，缺点是相对粗糙。例如，中国进口俄制 AL31F 发动机以后，发现其翻修期只有300飞行小时，总寿命只有900飞行小时，而与俄罗斯 AL31F 发动机同代的美国 F100和 F110的翻修期限都在800到1000飞行小时左右，总寿命达到2000到4000飞行小时。中国则依靠自己的力量，成功的将俄制 AL31F 的实际使用寿命从900小时延长到1500小时，寿命几乎延长了近1倍。而俄罗斯方面对自己的航空发动机自视甚高，对中国的技术要求也很谨慎。早在2013年，俄罗斯联合航空制造集团公司的总裁波戈湘就曾明确表态，俄罗斯从来就没考虑过向中国转让俄制 AL31F 发动机的技术，更不用提 AL41发动机了。俄罗斯只会卖给中国整机，不会出售技术。因此，发展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成熟的先进大推力航空发动机，摆脱对俄罗斯航空发动机的严重依赖，对于中国空军来说意义重大。当然，进口俄制涡扇发动机的意义也很重大，这让我国有了时间来研制自己的先进发动机。我国引进了一定数量的 AL31F 发动机，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我国缺乏航发的燃眉之急。同时，中国在近20多年的时间里努力奋斗，埋头追赶，最后实现了国产涡扇式太行发动机的完全成熟和全系列发展，标志着国产军用涡扇发动机技术已经完成了对俄制 AL31F 的超越。后来中国又实现了第5代涡扇15发动机装配歼20B 战斗机的历史性飞跃。至此，中国在小涵道比大推力军用航空发动机领域完全反超了俄罗斯。中国目前对俄罗斯发动机的依赖已经越来越小。按照中国近10几年从俄罗斯购买的航空发动机型号以及数量统计，中国从2011开始从俄罗斯方面购买了809台第30KP2 涡扇发动机，这些发动机足够装备上百架轰 6K 轰炸机或几十架运20运输机。此外，中国还进口了269台俄制 AL31F 系列发动机，用于歼15舰载机和歼10A 战机的动力，以及现役歼11A、苏2730战斗机的发动机更换。
俄罗斯向中国提供的最先进的战机发动机，就是被朋友们亲切地称之为三姨夫的 AL-31F 发动机。这款发动机是苏联时期研制的第4代发动机。AL-31发动机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俄罗斯自己生产的苏30、苏34、苏35、苏57等战机，采用的都是 AL-31系列的发动机或者 AL-31的衍生型号。从2016年以后，中国再没有从俄罗斯采购 AL-31F 系列发动机，这标志着国产涡扇10发动机的快速进步，让中国对俄罗斯发动机的依赖越来越小。早在2017年前后，歼11、歼16等国产的双发重战就开始全面改用涡扇10发动机。在前2届珠海航展上，解放军空军的歼20飞行员都公开表示，目前驾驶的歼20战机都是使用国产发动机的型号，这些都标志着中国军事科技实力正在崛起。某种意义上来说，航空发动机是比核武器更难以研制、更加重要的战略性产业。能否自行研制性能优异的航空发动机，是衡量一个国家是不是工业强国的重要标志。世界上能研制运载火箭和弹道导弹的国家有很多，能研制飞机的国家也有10几个，但是真正能够自己搞出全系列航空发动机，并且能够自主研制先进战斗机使用的大推力航空发动机的，只有5个半国家，分别是中国、美国、英国、法国和俄罗斯。而能够自主研制第5代小涵道比大推力军用涡扇发动机的国家只有3个，分别是中国、美国和俄罗斯。在未来，随着现有俄制 AL-31系列发动机的寿命到期，中国空军主力战机将淘汰最后一批俄制航发，全部换上国产心脏，进入100%国产航发时代。歼 20B 换装了更新一代的涡扇15发动机以后，将可以碾压美国的 F-22，堪称是全球5代机里综合战斗力最强的机型。